佩洛西访台难道就这么算了吗？肯定不会，中国人绝不会认怂，好戏才刚刚开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薛运华，欢迎收看运华观点。今天我们聊聊全国亿万人民最关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佩洛西访台一事。8月2号晚上，对台独势力来讲是一个狂欢之夜，这个狂欢是加引号的狂欢。对全国人民来讲是一个难以入眠之夜，全国亿万人民聚焦在一个点上，祖国在我心中，爱我中华。昨天晚上许多朋友网友都被这位80多岁的老太婆佩洛西气得睡不着觉，有些朋友留言说气得头疼了一晚上。在我们心疼大家的同时也很欣慰，说明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出来为祖国献身一切。全中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决心意志是任何困难都不会吓倒的，这也是让美国和台独分裂势力最害怕的，也是让他们胆战心惊的强大的心战武器，是无坚不摧的钢铁洪流。随着佩洛西不顾中方严厉警告，实锤落地台湾松山机场，中美之间的激烈博弈达到了白热化，双方剑拔弩张，箭在弦上，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什么佩洛西执意访台？美国是怎么想的呢？从美国来看，一是转移美国内部矛盾的视线。目前美国状况堪忧，物价飞涨飙升， CPI 也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创历史新高，疫情在全国蔓延失控，强制管理失败，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导致美国民众怨声载道，游行示威不断。拜登政府为了转移国内众多矛盾，故意展现民主党对华强硬姿态，刻意制造事端。二是为拜登下一届政府选举吸粉。美国政府为了中期选举吸粉拉票，有时故意制造战争或冲突，总是以强硬的态度横加干涉别国内政，以吸引国内支持者。大家知道，拜登在台上这几年没有干出什么业绩，反而在公开场合连连出丑，为了获得政绩，利用台湾问题激化中美关系矛盾升级，从中博得众人的眼球，继而得到更多的支持者，是民主党收割中期选举的战果。三是故意找茬坑害中国。美国早就对中国的迅猛发展看作是对美国最大的威胁。俄乌冲突一开始就警告中国，对待俄罗斯问题上要表态并选边站队，多次故意找茬，目的就是想激怒中国，与中国进行一次实打实的较量，最终目的是迟滞中国的快速发展。说白了，就是想找中国干一架，狠狠地坑害中国一把。比如我们购买的美债高达1万多亿美元，美国很有可能借此找到借口，像对俄罗斯一样冻结我国的资产，让我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还有把强加给俄罗斯的1万多余项制裁措施复制到中国头上，对中国实施不择手段的制裁和打压。可以说，佩洛西的窜访台湾是美国早有准备设好的一个圈套，故意引爆中国心中的怒火。美国知道，只有在台湾闹出大的动静，才有可能让中国上当受骗，在试探中国底线红线的同时，也在窥探中国的军事实力，更想遏制中国的发展，打乱中国的步伐进程。所以美国在佩洛西访台之前已经做足了军事准备，在相关海域紧锣密鼓的增兵派舰，预谋有一场大战。
它的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早已经出现在菲律宾东部海域进行巡弋，林肯号航母正在夏威夷附近海域进行环太军演，蒂利波利号闪电航母已搭载20架 F-35B 抵达台岛与南海交界的海域，美国号闪电航母也在日本周边海域待战准备。至此，美国海军已经在所谓的印太地区部署了包括2艘闪电航母在内的4艘航母，并携带了5代隐身战机。美国的第7舰队已经蓄势待发，蠢蠢欲动，台海局势一触即发。从中国方面来看，佩洛西这次窜访台湾是中美关系中极其严重的一次危机事件。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外交部、国防部、中央台办同时发声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佩洛西的窜台。他的窜台为我们吹响了集结号和动员令，可以说好戏才刚刚开始。或者说，我们解放台湾的统一大业也许就是从佩洛西的访台开始，从此拉开了大幕。中国人民什么风浪我们没有经历过，中国强大的能力不容置疑，美方和台独分裂势力会逐渐地持续地感受到。一是在政治外交上，中国赢得了主动权。美国这次的所作所为让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真正看清了美国的真面目。到底谁在祸乱地区的稳定？谁是世界霸权者？谁在不断干涉别国的内政，助长纵容分裂势力的嚣张气焰？世界人民是有目共睹的。美国在这件事情上永远欠中国人民的一笔血债。我们在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挺起腰杆，担当做事，不会像佩洛西之流偷偷摸摸窜访。在政治外交场合，中国人民赢得了足够的话语权和主动权。二是加快了统一台湾的步伐。常言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的目标是解放台湾，而不是同美国打一仗。解放台湾是我们的战略目标，也是我们的最终目标。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任务，不能考虑一时的得与失，做出冒险的动作，打乱我们的战略布局。大家知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离不开台湾的统一大业。这次佩洛西的偷访台湾，给我们统一台湾注入了催化剂和助推力，加快了我国统一台湾的步伐和进程。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佩洛西的访台确实没有白来。三是增强了我们武装攻台的信心和决心。随着佩洛西的访台，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即宣布在台湾岛周边海域和空域进行重要的演训活动，并组织实弹射击。军演的规模之大，参演军兵种之全，覆盖海域空域范围之广，实属罕见。可以说，围绕台海的演习不是实战，胜似实战。就像台湾一名退役中将所说，解放军明显在演练全面封锁台岛。从解放军划定的演习区域来看，或可对台湾地区主要的港口以及主要的航道构成威胁，形成全面的封锁。这种封锁的模式可能就是未来武力统一台湾采取的行动方案之一。可以说，这次的围台、封台、打台联合军演，不仅锻炼了部队，磨合了统一指挥、协同与保障机制，摸透了打台的难点与对策，形成了一整套的打击方案。这是弥足珍贵的，更是千金难买的宝贵财富。俗话说，谁笑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我们的好戏才刚刚开始，后面将更加的精彩。
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留言交流，下次见。